科学家发现呢，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具有卓越的电磁特性。通过这些发现呢，埃及金字塔的国王密室居然可以抑制细胞衰竭，使细胞再生而治愈疾病。皇后密室的作用呢是启蒙与重生。最底部的共振密室的作用是协助与心智测试，停止老化，永久保存。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科幻故事埃及大金字塔密室史观。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一名叫约翰·斯图尔特里德的英国声学工程师呢，在1997年得到了埃及政府的许可，他携带了大量的声学设备来研究，因为他相信埃及金字塔的国王密室一定有着特殊的设计。在这间密室里的石英棺呢，绝对不是随便摆放的，整个国王密室中发出任何声音的能量都会被转移和集中到密室的石棺当中。难道是为了当时的埃及国王在强大的精神世界当中进行神圣的祭祀吗？他在国王的密室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还有幸被允许躺在了石英棺里面。也许就是因为某种神秘力量让他在石英棺当中得到了灵感，所以特里德当时就想，或许可以用波形成像技术来观察看声波对石英棺的影响。所以特里德首先就用了一个铝制的直角呢，把那个石英棺西北角的那个缺口给修补了起来。然后呢，将石英棺的顶端再用塑料薄膜包好，将43袋沙子呢压住了这个塑料薄膜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包的重量呢是1公斤左右，是为了让这个塑料薄膜呢均匀受力，所以石英棺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鼓。将这个扩音器与振动器相连接之后呢，就放到了石英棺的中央。特里德呢将一小团的石英砂就撒在了这个塑料薄膜上，然后他就打开了振动器装置，以每秒2万赫兹的速度呢调整着音波的频率，同时呢他就仔细地观察着这个石英砂的变化。特里德就说，这项实验所得到的大量的影像呢，比他以前在实验室所见过的所有的影像都要复杂。更诡异的是，在这个实验中竟然还能够看到一些埃及的符号，例如这个石英砂就出现了一个图案，它就很像这个埃及象形文字中代表拉的那个图案。拉呢是埃及的太阳神，象征着古埃及人的崇拜。之后呢，这个石英砂又变出了另一种图案。当时特里德的一名埃及助手呢，看到这幅画之后非常兴奋地说，这不就是赫鲁斯之眼吗？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惊呆了。这让特里德受益匪浅，因为赫鲁斯之眼在埃及的象形文字中象征着守护。更为神奇的是，他长久以来腰酸背疼的现象，在他睡过这个石英棺之后竟然不治而愈了。特里德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和在国王密室中用能量水晶的声音频率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他之后就投身于声音成像和声音治疗领域当中，结果他发现了更多和声音有关的秘密。那国王密室和石棺为什么会拥有这样神奇的作用呢？这些图像又是如何在空气中被慢慢绘制出来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国王密室的构造。因为古埃及人的长度计量单位不是米，而是轴，大约就是成年人的手肘到中指这个距离。而不同的地区的定义长度又不同，埃及的轴大约是52.36厘米，这个数字可不是一般的随便的设定的数字。如果我们画一个半径为1米的圆呢，这个圆的轴长的1/12就是52.36厘米。国王密室的尺寸呢是20轴，宽10轴，高是11.18轴。因为这样国王密室的轴长就是60轴。如果连起来对角线的话，不难就算出这个三角形的轴长就是52.36轴。这不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数字又出现了吗？一个埃及的轴就是52.36厘米啊。所以现在让我们从一个顶点出发，到底部的两端连接一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而这个形状是符合勾股定理的直角三角形的呀。那么在埃及，如果一个三角形满足了3:4:5，那么这个比例的三角形就会被直接称作埃及三角形。所以说，国王密室的建造者呢，肯定是有其用意的。其实这些巧妙的数字都是神圣几何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神圣几何构造中有生命之花、梅塔特隆立方体，它们常常被认为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神秘的能量图案。所以我们看到在教堂还有皇室的建筑中人们常常的会使用神圣几何图形，给人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吧。没想到埃及金字塔的国王密室竟然也是以神圣几何图形来打造的。只是呢，它隐藏在音频之下。传说拿破仑曾经还在埃及的吉萨大金字塔内有过一次神秘的经历。他身边的一些亲信当时问他在金字塔里发现了什么，而拿破仑回答道：“就算我告诉你了，你也不会相信的。”因为拿破仑在吉萨金字塔内的一场神秘的经历就永远的改写了他的命运。在1798年的夏天呢，大将军拿破仑就命令超过3万名的法国士兵来到了埃及。他的任务是解放被土耳其统治的3个世纪之久的尼罗河河岸的国家，顺便封锁住英国和东部殖民地的自由海运往来。
然而，年轻的拿破仑做了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还带了100多名不同的科学家和研究者前来，他们研究寺庙、墓穴、木乃伊、隧道、宝藏以及神圣的金字塔，他们都一一开启了。当时拿破仑的一名士兵正在中世纪的堡垒拉契德挖掘一条隧道，他恰好就发现了古埃及历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品罗塞塔石碑。那石碑上就刻有3种文字：象形文字、世俗体和希腊文。因为它独特的3语对照的写法，意外的就成为了解码的关键。所以3种语言中的希腊文是最近代人类可以阅读的。所以利用这个关键来对比分析上石碑其他的2种语言的内容，就可以了解这些失传的语言的文字与文法的构造。所以拿破仑此次埃及之旅还带着探索这片土地的灵性的目的。而拿破仑回到开罗当时他就决定立刻要睡在这个吉萨大金字塔当中。国王墓室当时是很难进入的一个地方，因为通道又小又难以进入，甚至连半米高都没有。如果没有充足的光线仅靠几根火把，其复杂程度远超你的想象。国王墓室位于大金字塔的内部，是一个大约长10米、宽5米的长方形的房间，由花岗岩的台面板、墙板和天花板而组成，完全没有任何的装饰，只有一个花岗岩的空棺，也没有任何的标记，应该是在建造大金字塔的时候就存放于此处了。因为通道实在太狭窄，根本就不可能运输这样一个石英棺进去嘛。而拿破仑当时在大金字塔内自己就独自待了7个小时。黎明时分他脸色苍白、神色慌张的就从这个金字塔内走了出来。身边的几个亲信就问拿破仑，在金字塔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拿破仑当时就回答他们说，就算我告诉你们了，你们也不会相信我的。人们当时就相信他在大金字塔内度过了那一晚，就永远改变了他的生活。传说他看到了未来的世界。那吉萨大金字塔本身就是一个神秘且魔幻的地方，在金字塔里面度过一个晚上，这种感觉是无法想象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如此巨大的石头中过夜，绝对是一个疯狂的想法。过不了多久你仅仅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呼吸声，甚至会变成可怕的噪音。不过，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拿破仑不可能是唯一一个敢于疯狂的人嘛。因为还有一名著名的神秘主义者阿莱斯特·克劳利就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国王墓室是发光的，如赤道地带最明亮的月光那样。蜡烛那种微弱的暗黄色的火焰在里面仿佛就是对上帝的亵渎。他说，因为我在那里灭掉了蜡烛之后我在里面居然可以见到明亮的月光。早上他说国王墓室的光就完全消失了，就变成了一片黑暗，很神奇。唯一能够听到的就是自己的声音，还有蝙蝠扇动翅膀的声音。然而其他在大金字塔里待过的人也表示曾经看到过奇怪的幻象。在1930年，英国的神秘学家保罗·布伦顿在大金字塔中的国王墓室也停留过一小会儿。他说他就看到了奇怪的幻象，他说好像被恶魔生物袭击了一样，周围围绕着看起来像是诡异的恶魔般的样子。他看到了这种幻象。而神奇的国王墓室中的花岗岩石块其实是一种导电的石材。因为大部分的花岗岩含有较高含量的石英水晶，石英是具有电压导电效应的。事实上如今我们已知的所有的导电物体中就包含石英。建造金字塔的古代建筑师们肯定知道石英的导电性，而且很可能是用我们不知道的方式来使用它们。所以国王墓室中的神秘电磁特性事实上已经被证实了。有一个例子证明，就是当时有一位游客进入这个金字塔的时候想从金属保温杯中喝口水，结果被小小的电了一下。而研究者们表示，当他们进入大金字塔的时候相机和各种研究设备的电池电量都莫名其妙的失灵了。这种异常的电磁现象是否能够解释很多人在大金字塔中看到的异象和神秘的经历呢？难道这些就是国王密室中的终极秘密了吗？当然不是。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因为一群科学家在1970年代就对这种神秘的金字塔神奇的力量感到好奇。他们在这个金字塔里面发现了一些特殊的形状，还有那些能够放大的电磁波、宇宙射线等等各种建筑材料。当这种能量流入到金字塔的时候金字塔本身就会产生一个球状的磁场，然后金字塔会从4面8方汇聚力量，而金字塔的5个角落会同时的朝中央射出一道光束，而这些能量都集中在了金字塔的正中央。而金字塔的每个角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电磁波发生器，它可以在大约10纳米的波长的范围内产生一种高强度的能量，而这种能量会从4面8方向外扩散。乔帕尔就是一位电子传感领域的专家，他相信这种球形的磁场能够在金字塔外面净化空气，这样的话其他的要素和振动就可以联合起来，增强正面的能量。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金字塔的结构不会对负能量产生任何的传导，也就是说金字塔会保持正能量的传递，而排斥负能量，从而抑制自身细胞的衰竭。
一名叫埃德·佩蒂特呢和比尔·舒尔，他们俩就合作出版了一部名为《金字塔神秘力量》的书。其中他们就提到，在大金字塔内部和外部进行了大量的对比实验。实验的结果就表明在这个大金字塔里面剃须刀的刀刃会更加锋利，还不生锈，而且有机物质还会自然的蒸发。6周之后呢，牛奶就会变成干酪，种子呢能更好的发芽。在这个大金字塔的作用下，植物能更快速的成长，还能够避开害虫。他们使用缩时摄影的照相技术拍摄了金字塔内部的植物的生长，并将一株6尺高的向日葵放在了国王密室里面。他注意到向日葵呢是按照东边到西边的顺序在旋转的，首先是向东，几乎要碰到向日葵的底部，然后再横穿南部面，画出一个半圆，然后再向西，最后直线向上，指向天空。然后向日葵又会做同样的动作，每2个钟头呢就会做一次。佩蒂特和舒尔的观察呢，这个向日葵的运动持续了整整2年的时间。紧接着这个向日葵它开始了南北方向的移动。他的推测是由于周围的环境和大气磁场发生了变化，而导致了向日葵改变了方向。他们还发现，如果把铝制的屏风放在了向日葵的西侧的话，这种奇怪的转动就会停止。既然铝能够阻挡金字塔的能量，那么金字塔里面肯定有某种特殊的能量流在运动吧。在2018年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资讯科技机械和光学大学呢，在应用物理杂志上就发表了一篇惊人的发现。他们就说金字塔具有聚集电磁能量的神奇能力。目前已知的大金字塔有3个密室，一个是国王密室、王后密室，还有一个看似没有完成的地下室。而研究人员就表示，无线电波呢就可以在金字塔内部引起共振。于是他们针对这个波长介于200到600米的一个无线电波呢，就建立了金字塔电磁反应模型。目的呢是想要了解一下，在共振情况之下，电磁能量的哪一部分会被金字塔吸收或者是分散。而研究发现，大金字塔将电磁能量刚好就集中在了这3个密室当中，并且在最底部的密室里呢，这种电磁能量还会被进一步的加强。因为金字塔有很多的结构板块比如说国王密室、皇后密室、共振密室、烟囱、灌石等等。而金字塔的位置呢，与各个结构都是按照当时的地球能量的方位精准创建的，所以在数据上无可挑剔。时至今日呢，地球能量场的方位已然发生了变动，原来的结构已经达不到初创之时的那个功效了嘛。那么国王密室的作用是用来医疗，将被医疗者放置在国王密室中，地球的能量会聚集在此，借由携带着水晶的医疗者呢，引导一些能量进入被医疗者的脉轮能量的中心，这个医疗过程呢就完成了。那密室的烟囱的作用是调节国王密室上方为了让空气适当的流动。最后皇后密室的作用是启蒙与重生。皇后密室并不适用于医疗工作，因为该工作牵扯到了更多综合配置的能量运动，所以皇后密室呢，作为人类了解和学习能量来配置的，它是开启灵性的地方。最后呢，最底下的密室叫共振密室，它的作用是协助与心智测试。共振密室呢，可以协助国王密室的能量治疗，促进治疗效果。而共振密室的心智作用呢，是体现在有能力的人可以用此密室从事各种各样细微的医疗工作。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让一个人获得完美的睡眠，让人停止老化，让物品永久保存。原理就在于老化呢是各种电磁场作用于身体和物体电磁场的效应函数。那么在这个密室当中就没有电磁场的输入或者是扰乱。而宇哥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讲过人的身体呢也有一种特殊的振动频率，而这种振动频率的变化会影响着人身体的反应。当人们的情感在外部呈现的时候，内部的思想环境呢也会随之改变，而这种改变可以从脑波改变中得到反应。实际上人的身体也可以组成一个金字塔，在盘腿而坐的过程中呢，双脚重叠在一起，然后双手结印，身体呢就像是一个金字塔，再加上我们所说的能量金字塔，而人体内呢含有大量的能量，然后就汇聚在小腹丹田之中，可以增强自己的能量嘛。所以这个时候人的大脑就会变得安静，肌肉会放松，血液会变得更加顺畅，身体的各个部位呢都会变得更加协调。这就与金字塔当中的那个能量说不谋而合。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呢，一个人在长时间的打坐中脑部的神经元会比正常人更加的活跃。另外，控制人们注意力的感觉的大脑皮质呢也会变得更厚，海马呢也会变得有更多的灰质。海马呢则是关键的学习与记忆的区域，所以科学家对于中年人的脑部进行了调查，他们就发现长期打坐人的大脑比起普通人要年轻7岁半。而诺贝尔奖得主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博士的研究也表明有一种叫做端粒的细胞保护层呢，一旦它被磨损它就会死去。端粒酶呢则能够促进端粒的修复，延缓细胞的衰老。
他还发现打坐呢能够极大的提高端粒酶的活力，端粒的长度越长呢，细胞呢就能够有效的进行新陈代谢，因此呢就会产生出更多的能量。所以难怪古人就经常说打坐修行，修身养性，元气济身，从而延年益寿嘛。那么好了，金字塔石棺的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